疫苗送到了阿曼，必须中国人先打，中国人民的幸福感呢，才是最好的统战和大外宣。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罗小飞。最近呢，在阿曼的一个中国人写了一篇文章传到网上，题目是有哪一瞬间让你为祖国激动的热泪盈眶。这个文章说呢，目前在阿曼大概有3000多名中国人长期在那儿工作生活，其中呢有2000多人还没有接种新冠疫苗，大伙儿着急啊。然后呢，好消息就来了，说中国政府给阿曼政府送去了10万剂疫苗，有个条件啊，说你必须让中国人先打，打完这个中国2000多人的疫苗之后，剩下的疫苗全归你阿曼。阿曼政府高兴了，说没问题啊，不就是先打这个疫苗给中国人的事儿吗？好，就派了最好的医疗队伍，先给这2000中国人把疫苗接种了。不用猜都知道，这2000人还有他们的家人是什么心情，所以这个消息呢，马上就火了。其实不止这2000人，这是中国政府布置的春苗计划，这是要覆盖全国海外中国人的，要速度有速度，要力度有力度啊！老百姓高兴啊，为什么？你感受到国家的关爱了，而且呢，不仅仅我们自个儿有幸福感，当地政府也高兴。不就是中国人先打疫苗吗？没问题啊！疫苗本来就是中国人的资产，中国人先打理所应当，而且送我这么多，燃眉之急啊！你看，不管是中国老百姓还是这当地政府都高兴，这是什么呀？这就是一个最好的外宣，中国政府的形象。而且中国政府说了，我们中国公民先打，这也是信心呐，说明我这疫苗没问题。对比一下，再看看台湾，台湾拿到阿兹利康疫苗的时候什么表现啊？这是日本送的疫苗。这全世界都知道这疫苗不靠谱，所以呢，蔡英文是恭恭敬敬的拿到疫苗之后，还说了一句让岛上的日本人先打，让太君先打，这小心思用的。其实呢，很多朋友可能还不知道，这件事儿呢，其实是中国政府做的一系列为海外中国人做的那个努力中的一件。而且呢，1990年我印象中还有一件事儿干得也挺大，外交部早就干过这事儿，只不过呢，当时网络也不发达，而且过了这么多年了。知道的人也没有把这事儿传开。我当时记得是什么？是在北京青年报上这个事儿写过。那会儿还读高中嘛。那次呢是伊拉克突然进攻了科威特，结果呢在科威特的很多中国人就陷入战乱了，不安全呐，怎么办？然后驻科威特大使馆呢，中国大使馆就马上联络组织所有中国人集中起来，然后一起转移。等到了快到边境的时候呢，有段路还不好走，不通车了嘛，前面有封锁，他们就穿沙漠，走了一小段沙漠。是使馆的人员带着人穿越沙漠到了沙特边境。沙特边境那边呢，一过边境就看见了中国的驻沙特大使馆，早就准备好了一大排大巴车，晚上啊亮着大灯那边迎接着，老远就看灯在那亮着，大伙儿远处一看着车灯的时候就知道中国驻沙特大使馆的人在等着我们了，大家就哭啊。而且这些人里边有台湾人，台湾人当时也想啊，就是找台湾在科威特的办事机构人员解决问题。结果台湾的官员拍屁股就跑了，跑的时候给台湾那帮人留一句话，大家自求多福。最后中国大使馆说了，台湾人也是中国人，你拿个台湾护照我们也认，都是中国人一起走。台湾护照今天我等同于中国护照了，我一样认。这就是责任感呐，这就是照顾，这就是对比啊。所以你现在看看，面对疫情，两岸处理水平为什么那么不一样？1990年台湾官员拍屁股就跑，这件事儿就已经把根子暴露出来了。再往后你看，新西兰地震，困在岛上的游客交通断绝了。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飞来一批这个直升机，都是中国外交部门租来的，中国游客全部救走。再往后，利比亚撤侨，那什么劲头？所以说，什么是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这个就是。什么是最好的外宣呢？这个就是。什么是最好的统战呢？这个就是。当所有中国人就觉得国家真的爱我们。我们不需要羡慕外国人的生活，不需要羡慕港台有什么优惠政策，不用羡慕那些来中国读书的留学生有什么特殊待遇，那爱国主义就天然存在了。好，关于阿曼的中国人得到疫苗这件事儿，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